就在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一拍即合变成新盟友之后没多久，英国更换了首相。新上台的首相以绥靖主义著称，就是那个著名的内维尔张伯伦。Yes, I know. I feel just that way myself. 不知道如果当初张伯伦没有这么短视，哪怕稍稍的强硬这么一丁点儿，二战是不是就不会爆发？因为在纳粹德国对奥地利下手之前，纳粹的高层在秘密协商的时候，连希特勒自己都说，如果当时英法跟波兰以及立陶宛联合在一起进行干预，那他们在军事上的处境就将毫无希望。对于奥地利的觊觎，其实希特勒早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不然一时之间他上哪去找那么多的纳粹分子要来参与奥地利政府？而且这些纳粹分子并不是到了德奥协定之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很早之前他们就刺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因为陶尔菲斯下令要取缔奥地利纳粹党。而后呢，这些纳粹分子就分散到了奥地利各处，煽动示威暴乱，到处搞破坏，扰乱公共秩序，并且散布各种主张德奥合并的言论。特别是希特勒那个强烈的意愿，所有的日耳曼人就必须要生活在同一个日耳曼人的国家。实话实说，这种言论在当时的奥地利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不然即便这帮人四处宣扬，也不会有什么反响。对于无休止的动乱，奥地利官方不得不出手，对这些纳粹分子展开抓捕。在捣毁的一个纳粹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份文件，是由纳粹德国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署名的。文件表明奥地利的这些纳粹分子将会在1938年的春天发动公开叛乱，以推翻现有的奥地利政府。如果现任的总理许施尼格企图镇压的话，那么德军将直接进驻奥地利，借口就是防止日耳曼人内部流血。不知道这份文件是不是故意让奥地利官方发现的，用来迫使奥地利屈服。因为一同被发现的还有另外一份更加耸人听闻的文件，就是让这些纳粹分子直接刺杀当时德国驻奥地利的大使，也是希特勒之前的魏玛德国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如果以此为借口的话，则更加方便于德国直接出兵奥地利。但是现在已经不用了，因为这个纳粹老巢被一锅端了，所以帕彭也就顺理成章的被解职了。但这也让奥地利政府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希特勒可能真的是在准备做些什么。对于帕彭的无知和愚蠢，早在他当魏玛德国总理的时候，人们就已经领教过了。他的确是一块当狗腿子的好材料，在被规划刺杀未成，随即又被解职的情况下，还能殷切地跑去找希特勒，并且给他出主意。他建议希特勒，既然要处理奥地利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找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来亲自解决一下？希特勒觉得，这是个好提议。于是在帕彭的促成下，许施尼格到贝希特斯加根会见希特勒。他以为他来找希特勒是来解决德奥之间的一些小分歧的，但是希特勒找他来是来解决奥地利的。他们的会谈在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山庄举行，对面就是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许施尼格作为博士出身，彬彬有礼地跟希特勒打招呼寒暄，恭维他的别墅装修精致，地理位置优越，对面的阿尔卑斯山风景迷人。但是遭到了希特勒无情的打断，说他们不是来谈论风景的，随即就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发泄怒火，说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种不断的卖国行为，跟奥地利说什么都没有用，完全就是等于零，每一个民族主义思想都被奥地利给破坏了，所以德国现在要来跟奥地利解决德奥的边界问题。近乎无厘头的单方面输出持续了将近1个多小时，许施尼格被骂懵了，最后实在忍不住问了一句，元首阁下如果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不妨一件一件的说出来，奥地利也好针对具体的事情尽可能的来解决，以便于德奥双方可以达成谅解。希特勒稍作调整，其实也没好到哪去，依旧是愤愤不平的说，奥地利不应该在德奥边境修筑防御工事。他对奥地利在边境上的所有动作都了如指掌，哪怕只移动了一块石头，他都非常清楚的知道。而且只要他愿意，一声令下，奥地利的那些可笑的防御工事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被清除干净，然后人们就会在奥地利的大街上看到纳粹的冲锋队。他接着说，不要指望别的国家，因为意大利不会帮忙，他跟墨索里尼是好朋友，英国人也不会，至于法国人那更不用说，
如果法国人会动手的话，早在他们进驻莱茵兰的时候，法国人就已经动手了。一时间，许士尼格被希特勒骂到不知道怎么接下茬。更主要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希特勒到底想要说什么。好在希特勒最后说，他愿意最后再给奥地利一次机会，来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达成一致。不过只给半天时间考虑，让许士尼格下午的时候给他答复。于是许士尼格赶紧追问，元首阁下，您想要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说，只丢下了一句，具体的条件可以下午的时候再谈，然后就从容的离开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帕彭发觉许士尼格有点心事重重的，于是上前询问。许士尼格都懒得搭理他，直接转身出门抽烟去了，并且对身边的奥地利外交部长说，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有种不祥的预感。要不然说这个帕彭就是个猪脑子呢，看到许士尼格心事重重，还上前询问。废话，这不都是你帕彭的主意吗？现在希特勒只给许士尼格半天的时间考虑，问题是他到底要考虑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午休过后呢，希特勒也并没有出现，来找他们的是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递给他们一份打印好的协议，并且告诉许士尼格，他们只有签字同意的权利。不过许士尼格多少有些宽慰，最起码他现在知道要考虑什么东西了。随即他打开文件，然后刚有的少许宽慰瞬间消散，因为这份所谓的协定其实就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奥地利政府必须解除一切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必须释放被抓捕的所有纳粹成员，还有必须要把政府交给奥地利的纳粹党，而且这一切必须要在1个星期之内落实。许士尼格说他来跟希特勒会谈，并不是为了来听取这么不合理的要求的，他是来跟希特勒协商解决德奥之间的一些分歧。里宾特洛夫也并没有理会他。许士尼格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上午希特勒的怒火显得那么的无厘头，原来他想要的是整个奥地利。许士尼格用自己的最后一丝倔强来询问里宾特洛夫，奥地利能否看到德国的诚意，德国能否在这次交易当中信守承诺。他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许士尼格知道，这或许是他能为奥地利所争取的最后一丝自由了。因为即便是把政府交给了奥地利纳粹党，那么奥地利依然还是奥地利，只要希特勒能够信守承诺，不然就没有奥地利了。虽然没多久之后，奥地利的确是被纳粹德国所吞并，但是此时此刻，里宾特洛夫还是给了许士尼格一个肯定的答复。随后呢，这位奥地利总理又被带去见了希特勒。但是该做的事情里宾特洛夫已经做完了，希特勒把正式的文件递给许士尼格，并且告诉他，他能做的就是原封不动的在这份文件上签字。许士尼格知道这个时候无谓的挣扎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所以他对希特勒说他本人是愿意签字的，但是根据奥地利的宪法，只有他们的总统才有法律上的权利让这样一份文件生效，并且他也愿意在回到维也纳之后去劝说他们的总统让他也同意，但他不敢保证一定能成功。听到许士尼格这样说希特勒冷冷地回复道，不，总理先生，你必须保证。对于这么荒唐的要求，许士尼格本想再解释一下，不过希特勒没有再给他机会，叫来了凯特尔将军说别的事情，直接把他们就晾在了一边。又过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希特勒回来微笑着对许士尼格说该讲的话之前讲过了，该做的准备现在也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出于大家都是日耳曼人，他愿意最后再宽限3天。如果到那个时候这份文件还是没能签字的话，那他们再见到的就是这位德国陆军上将威廉·凯特尔。许士尼格2月12日一回到维也纳，就立马去见了总统威廉·米拉克斯。几乎与此同时，许士尼格前脚刚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后脚凯特尔就开始了对德奥边境的武装威慑。这其实是跟希特勒提前商量好的，不需要真的入侵，只需要在德奥边境部署好，保持进攻姿态到2月15日。于是一同回到维也纳，并且也被复职的帕彭在2月14日晚上向柏林报告，许士尼格希望在第2天就能让总统签字同意。一切正如预料，2月15日，在武装入侵的威胁之下，宽限期的最后一天，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正式通知纳粹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帕彭，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商定好的协议将在2月18日正式生效。随即第2天，奥地利政府宣布大赦所有被捕的纳粹党人，其中就包括刺杀了前总理陶尔菲斯的罪犯，
并且一同公布了新改组的内阁成员名单。当然，这个内阁成员就是希特勒想要的那种。几天之后的2月20日，希特勒再一次走上了国会的演讲台，他对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的诚意大加赞赏，并且在末尾近乎开诚布公地发出通知，有1000万日耳曼同胞生活在跟德国接壤的2个国家境内，这700万奥地利人以及300万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他们的前途是国家的分内事，保护他们的自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远在伦敦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可能没听出希特勒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身在维也纳的许士尼格心如明镜，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里宾特洛夫给他的肯定答复，德国会信守承诺，信守了还不到10天。所以2月24日，许士尼格在奥地利国会发表演说，回应了希特勒的演说。Maßgebend muss bleiben der feste Wille des österreichischen Volkes und die unabänderliche Überzeugung seiner verantwortlichen Führung, dass unser Österreich Österreich bleiben muss. Bis in den Tod! Rot, weiß, rot! 到此为止，奥地利不能再退了，奥地利誓死效忠红白红。于是3月初，许士尼格准备在奥地利国内发表一项公投，只有2个选项，他要问一问奥地利人民是否赞成一个独立、自由和统一的奥地利，是或者否。为此，许士尼格再次询问了奥地利的保护国意大利，墨索里尼给他的答复是，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而不久之前，他刚从德国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告诉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企图，墨索里尼还声称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态度不变。不过，许士尼格还是做了最后挽救奥地利的努力。3月9日，他公告全国，4天之后举行全民公投。许士尼格这突如其来的强硬让希特勒火冒三丈，他决定要军事占领奥地利。但是在出兵之前，他也担心墨索里尼的态度，于是安排黑森亲王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罗马面见墨索里尼，得到的答复是奥地利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希特勒得到这个答复的时间是3月11日晚上的10点25分，而8点48分的时候，德军已经进驻了维也纳，没有激烈的交火，没有顽强的抵抗，因为没有人对奥地利施以援手。第二天，希特勒一早就发表了一篇声明，冠冕堂皇地把他对奥地利的入侵说成是正当的，并且庄重承诺奥地利的人民将在一次真正的公正的投票当中选择自己的前途。随即他就动身前往他的祖国，第一站来到了他的家乡林茨。他在这里长大，也曾经在这个周边搬过7次家，换过5所小学。他也在这里对抗过他刚愎自用的父亲。但今时不同往日，今天他再回到这里，受到了狂风暴雨般的热烈欢迎。深受感动之余，希特勒第一件事就是给墨索里尼发了一封电报，他表达了对墨索里尼最崇高的敬意以及最诚挚的感谢。随后他就去祭奠了他的父母，在他父母的坟前放下花圈之后，希特勒又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他多年之前离开这里的时候，怀揣的是跟今天同样的信仰。上帝之所以让他离开这里，是因为赋予了他一项使命，让他亲爱的祖国重归德国。他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这项使命而奋斗，而今天他又回到了这里，是因为这项使命即将实现了。过了2天，他才以胜利者的凯旋姿态走进了维也纳，这个曾经让他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地方，甚至没有地方住宿，只能流落街头的地方。而这次他下榻在维也纳帝国饭店，周边全都是欢迎的掌声，尖叫声盖过了掌声。在享受掌声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要讽刺一把许士尼格，说许士尼格之前是想发起一场伪选举，一个可笑的戏剧，而且即便是可笑的戏剧，许士尼格也食言了。不过也无所谓，希特勒说他将在4月10日给奥地利人民一次真正的选择，不止奥地利的人民，德国人民也要一同投票，是否愿意把奥地利跟德国合并。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没人知道。最终官方公布的投票结果，赞成德奥合并的人数，德国 99.08%，
奥地利99.75%，于是奥地利没了，纳粹德国几乎没有开一枪。